Hello Hello， 屏幕前耳机里的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呀！我是你们的主播青青杨，又准时和大家见面啦。今天咱们聊的这个话题，应该是很多朋友都关心过、纠结过，甚至迷茫过的，就是如何选择伴侣。其实不管是20出头刚开始憧憬爱情的朋友，还是已经经历过几段感情，在选择中犹豫不定的朋友，大概率都有过这样的困惑。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对的人？选择伴侣是该看颜值、看条件，还是看感觉？我们总在纠结，总在害怕，怕选错人，怕遇人不淑，怕往后余生将就着过一辈子。以前我也特别迷茫，甚至觉得选择伴侣就像是拆盲盒，运气好就能拆到那个知冷知热、并肩同行的人，运气不好就只能认栽，凑合过。可后来见过身边人的悲欢离合，也慢慢沉淀了自己的心态，才发现选择伴侣从来都不是靠运气，也不是找最优秀、最好看的人，而是找那个和自己合拍、同频，能一起把日子过暖的人。今天我不想讲什么大道理，也不想给大家列什么条条框框，就结合自己的感悟，还有身边朋友的小故事，和大家好好聊聊。选择伴侣，我们真正该看重什么？该避开哪些误区？希望能给正在迷茫、正在选择的你带来一点点启发和温暖。首先，我想和大家说的第一点，也是最核心的一点，选择伴侣先看人品，再谈其他。不管是颜值、身材，还是家境、收入，这些外在的东西都只能陪我们走一段路，唯有好的人品才能陪我们走一辈子。颜值会随时间褪去，财富会有起有落，可一个人的人品一旦定型，就很难改变。我身边有个闺蜜，以前找伴侣特别看重颜值和家境，觉得只要对方长得好看，条件好，日子就一定能过好。后来她认识了一个长得帅气、家境优越的男生，很快就在一起了。可相处久了才发现，那个男生特别自私，凡事都只想着自己，从来不会顾及她的感受。她生病的时候，男生只会让她自己去医院。她加班晚归，男生从来不会主动去接她，甚至两人吵架，男生从来不会低头认错，只会冷战指责她。那段感情让她过得特别疲惫，特别委屈，最后还是选择了分开。后来她遇到了现在的伴侣，长相普通，家境也很平凡，但人品特别好，温柔善良，有责任心。她难过的时候，男生会耐心陪着她，听她倾诉。她遇到困难的时候，男生会第一时间站出来，和她一起面对。哪怕是很小的事情，男生也会处处迁就她，照顾她。闺蜜说，以前总觉得颜值和条件很重要，可现在才明白，人品好才是一个人最珍贵的底牌。选择伴侣，人品过关，哪怕日子过得平凡一点，也能感受到温暖和踏实。可如果人品不行，哪怕拥有再多外在的光环，最后也只会让自己遍体鳞伤。所以呀，大家在选择伴侣的时候，一定要先看人品，看他是不是有责任心，能不能扛起自己的责任，看他是不是善良，对陌生人有没有同理心，对身边的人有没有包容心，看他是不是有担当，遇到问题的时候是逃避推卸责任，还是主动解决问题，看他是不是尊重你，尊重你的想法、你的选择，尊重你的家人和朋友。这些比颜值、比条件重要太多太多。第二点，同频共振，能聊得来才是长久相处的底气。很多人都说，爱情始于颜值，陷于才华，忠于人品。但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聊得来。一辈子很长，我们会遇到无数个日夜，会经历无数件细碎的小事，而能陪我们说话，懂我们心声的人，才能让平淡的日子变得有滋有味。所谓聊得来，不是指有说不完的话，
而是哪怕两个人不说话，安安静静地待在一起，也不会觉得尴尬。不是指你们的兴趣爱好完全一样，而是你说的话他能听懂，你藏在心里的情绪他能察觉，你喜欢的东西他不会嘲讽你，而是会试着去理解，去包容。他的想法你也能认真倾听，哪怕不认同，也会尊重他的观点。我见过很多情侣，一开始爱得轰轰烈烈，可相处久了，才发现两个人根本聊不到一起去。你想和他分享今天遇到的趣事，他觉得你无聊；你想和他倾诉自己的烦恼，他觉得你矫情。你憧憬着未来的日子，他只会敷衍了事。这样的感情，哪怕一开始再热烈，最后也会慢慢变淡，因为没有精神上的共鸣，就没有长久相处的底气。相反，那些能长久走下去的伴侣，往往都是同频共振的人。他们可以一起聊八卦，聊美食，也可以一起聊理想，聊未来，可以一起笑对生活的美好，也可以一起面对生活的风雨。哪怕是柴米油盐的琐碎，也能聊出不一样的乐趣。这样的感情才会越相处越舒服，越相处越离不开。所以大家在选择伴侣的时候，一定要留意你们是不是能聊得来，是不是同频的人。如果两个人没有共同语言，没有精神上的共鸣，哪怕人品再好，条件再匹配，长久相处下来，也只会觉得孤独、疲惫。第3点，三观一致，才能一起奔赴未来。三观就是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。三观一致不是指你们的想法完全一样，而是指你们对生活的态度、对未来的期待、对是非对错的判断大致是相同的。三观不一致的两个人，就像是两条平行线，永远不可能走到一起。哪怕勉强在一起，也只会矛盾不断，争吵不休。比如，你觉得日子要踏实努力，慢慢变好，他觉得人生就该及时行乐，敷衍度日。你重视家庭，想多花时间陪伴家人，他觉得家庭不重要，只想忙于自己的事情。你觉得两个人要互相包容，互相体谅，他觉得凡事都该以他为中心，你就该迁就他，包容他。这样的两个人，不管怎么磨合，都很难走到一起，因为你们的底层逻辑根本不一样。我身边有一对夫妻，结婚10几年，一直相处得特别好，从来没有过激烈的争吵。我问过他们秘诀是什么，他们说最关键的就是三观一致。他们都觉得日子是自己过的，不需要和别人攀比，踏实平淡就好。他们都重视家庭，愿意花时间陪伴彼此，陪伴孩子。他们都觉得夫妻之间就该互相包容，互相体谅，遇到问题一起沟通，一起解决。正是因为三观一致，他们才能在平淡的日子里互相扶持，互相陪伴，一起面对生活的风雨，一起奔赴更好的未来。所以呀，三观一致是选择伴侣的重要前提。只有三观一致的人，才能在漫长的岁月里彼此理解，彼此包容，一起把日子过好。第4点，拒绝将就，不委屈自己，才是对爱情、对自己负责。很多朋友在选择伴侣的时候，都会陷入一个误区，觉得自己年纪大了，家人催得紧，就随便找一个人将就着过。觉得自己不够优秀，就不敢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人，只能找一个合适的人凑合一辈子。可我想说，将就的爱情从来都不会幸福，将就的婚姻只会让自己后悔一辈子。一辈子很长，我们要和身边的人一起度过无数个日夜，一起经历无数件事情。如果这个人不是你喜欢的，不是你心甘情愿选择的，那么哪怕他再好再合适，你也不会真正快乐。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迷茫，家人催我找对象结婚，身边的朋友也都陆续脱单成家，我也有过妥协的念头，觉得随便找一个人凑合过一辈子就好了。可后来我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，因为我明白我不想委屈自己，
不想因为别人的期待就将就自己的人生。爱情和婚姻从来都不是一项任务，也不是用来满足别人期待的工具，而是我们自己的事情，是我们对自己人生的选择。所以大家在选择伴侣的时候，一定要遵从自己的内心，拒绝将就，不委屈自己，不勉强自己。哪怕暂时遇不到对的人也没关系，慢慢来，好好爱自己，相信总有一天那个对的人会穿越人海来到你身边。第5点，选择伴侣不是找一个人来拯救你，而是找一个人和你并肩同行。很多人在选择伴侣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想法，希望找一个人能拯救自己的生活，能给自己带来更好的生活，能替自己扛起所有的压力和责任。可其实这样的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。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都有自己的人生要走，都有自己的责任要扛。选择伴侣从来不是找一个人来拯救你，养活你，而是找一个人和你并肩同行，一起努力，一起成长，一起面对生活的风雨，一起分享生活的喜悦。他不会替你扛起所有的压力，但会在你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依靠。他不会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，但会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陪在你身边，和你一起想办法。他不会让你不用努力就能拥有一切，但会和你一起努力，慢慢变成更好的自己，一起创造属于你们的幸福生活。所以呀，大家在选择伴侣的时候，不要想着找一个救世主，也不要想着依附别人，而是要找一个能和你并肩同行，互相扶持的人。你们是爱人，是伴侣，也是战友，一起面对生活的所有，一起奔赴更好的未来。聊到这里，可能有朋友会问，青青杨，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对的人？其实没有绝对对的人，只有最适合你的人。他可能不完美，有自己的小缺点、小脾气，他可能不是最优秀的，没有出众的颜值，没有优越的家境，但他一定是人品好，懂你，疼你，尊重你。他一定是和你同频共振，三观一致，能和你聊得来。他一定是愿意和你并肩同行，一起努力，一起成长。他一定是你心甘情愿选择的，哪怕日子平淡，你也愿意和他一起慢慢走过一辈子。我们总在害怕选错人，可其实选择本身就没有绝对的对错。重要的是你在选择的时候是否足够清醒，是否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重要的是选择之后你们是否愿意互相包容，互相体谅，一起经营这段感情，一起把平淡的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一辈子很长，愿我们都能擦亮眼睛，不盲目，不将就，找到那个和自己合拍同频，能一起并肩同行的人。愿我们都能在对的感情里被温柔以待，被真心呵护。愿我们都能明白，选择伴侣从来不是找最好，而是找最合适，找那个能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暖，把生活过甜的人。好啦，今天的播客内容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正在迷茫、正在选择伴侣的你带来一点点温暖，一点点启发。也希望大家都能不慌不忙，慢慢遇见，找到那个能陪自己走过漫长岁月、知冷知热的伴侣。最后还是老样子，愿我们都能在爱情里不卑不亢，不慌不忙。愿我们都能遇见温柔，遇见偏爱，遇见那个能和自己并肩同行，共度一生的人。愿我们都能明白，好的伴侣是彼此的光，是彼此的底气，是往后余生最温暖的依靠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青青杨，我们下期播客不见不散，拜拜。